这样测的是强是带130多伏，强带130多伏，是因为我的身体靠近了这个机器，导致形成一个回路，所以说还是你机器的原因。客户说他的机器电人，我用电笔一测，外壳带了100多伏，188伏。一共就这几台设备，有的带电，有的不带电。这一个就不带电。再看这一台，外壳带180多伏。打开它的配电箱看一下，几台设备的电是从这接出去的。打开了，用电笔测零线，显示40伏，应该是0伏，这很明显是不正常的。测火线也不正常，应该是220，现在是170多伏。总闸是漏保，如果下面的线路漏电，它会跳闸。是什么造成的电压不正常呢？所以我拉掉总闸再测，电压正常了，火线正常，零线0伏正常，总闸送上电，送上这一路再测，电了180，你一路一路往下拔这个电器。我先把这个干燥机拔了。拔掉它。不是它，不是干燥机，再拔一个，一个一个往下拔。你看拔到哪一个电压正常了？这个吗？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也不是。我还没拔呢。这样呢？正常了，正常了，正常了。那这个设备？哪个设备？这个。这台。为什么一插上以后电压突然变低呢？它是不是有驱动之类的东西？这个没有。真是。那就用指针表测一下这个设备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一指标笔插外壳，另一指标笔测量火线，没问题呀。再测量零线。零线有个轻微的瞬间充放电，也就是这些电源就决定了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它不是漏电。再测，这种充放电现象就没了。光源表灵火之间我得再测一下。你把这个电闸插上。插上了，插上没有任何影响，电压没有任何影响。那机器插上以后，零火之间电压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对 D 电压立马就下来了，奇怪呀！搞不懂啊这个，对 D 一个100多伏，这样接地线试试。他们做了一个接地线，但是接地线往设备上一接，就会跳漏电保护器。出去看一眼他做那个接地体。埋到地下去了，埋的深吗？2米吧。2米。2米应该是可以的。接地没问题，那就连上接地线看一下。对，这是这个地线吗？现在怼上了。现在怼上了。怼上就没了，接地就没了。但是我接地以后电压正常了，你拿下接地线，拿了电压就下来了，你接上接地就好了，接上接地，接上接地电压就正常了。这个设备它不做接地，它外壳这个电做完接地就好，做完接地就好。210，看做完接地就好。设备好奇怪啊！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只能说摸索着给你解决一下。主线、地线没接地，地线没接地，这是进来的总闸。火焰65，这是火线，这是火线，
它这个灵火是接反的，灵火接反了。插头是反的。我插头是反的。插头是反的。是不是这种设备对灵火有要求啊？左灵右火，反了。而且接地线必须好，接地线不好的话，它影响设备的精度，影响设备的运行。左灵右火总接地。电压正常了，电压正常了。它这个电压是对地的一个电压正常了。灵火这，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接地吧？没接。没接地吧？没接。好了。你看，电压好了。这个呢？这个设备我再测一下，180多伏，190啊。再测量它这个，本来这个火线的现在是零线。这个也是接反的，灵火接反了，导致电压异常。同样是从这个插头的位置把灵火改过来，插上电源以后，再测外壳电压就正常了，没了。看一下外壳不带电的设备，它的控制柜，看一下它的进线电源灵火接的对不对，测火线就是火线，而且电压很正常。用万元表怎么测灵火之间它电压还都正常，但是对地的一个电压，所以说只有用电笔去测对地的一个电压才能发现这种故障现象。另外还有线路对地瞬间充放电的现象，用指针表测很直观。对，正常的。正常，这种现象正常。它不是漏，那种瞬间的充放电。这些设备都有，有的说是这种设备用不了漏电保护器，有的时候偶尔第一次它会跳，这种属于它本身它就那样，这种电源本身就这样，瞬间充放电，电脑啊什么设备好像都这样。好了，正常用电吧，把接地接上，都接上啊。检修完成，这也多亏有这个电笔，方便好用。我放这了左下角小黄车，需要的师傅直接去拍。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热水器电人，水管带电，一加热它就漏电。但之前我加热，我也没说漏电。热水器水管有的带10几伏，有的带几十伏，还有的带上百伏，这都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有的摸着会电手。难道这个电放不掉吗？房主说热水器以前不电手，前2天动过这个线头，那就测量一下，火线正常带电，地线不带电。地线就是不应该带电，零线不带电很好。说不过去啊，地线在这是不带电的，如果在这测的带电压，那就是地线不好。热水器的插座就是从这引过去的。打开这个插座看一下这个地线接没接。地线接了呀。好，烧电。热水器一加热就有。它加热通电了。一加热就是40多伏，我看地线。但是没有。它热水器地线不通吗？
为什么水管有，它这个没有啊？量一下这个地和外壳通不通？外壳通不通？通，但是有电阻。为啥呀？头不好吗？这个地线插头是连热水器外壳的，那头连热水器外壳，这头连着地线，把感应电导入大地。可以拆开热水器看一下。我把这地线接哪去了？地线哪个是地线？这个是地线。啊，地线是钉在了外壳上。测一下。两表笔短接，两表笔短接调零，调零。打在地扇上。好了，打好了。有螺丝。不通吗？不通。啊？地线不通吗？这就是它地线呀。这是地线。来。不通。不通。通吗？不通。地线不通啊，这不扯淡吗？那测一下漏电吧，测一下热水器漏不漏电吧。直接打开。哎，打成4个档测一下灵活。和这个热水器外壳。灵活。热水器不漏电。不漏电。热水器不漏电，单独给它连个地线连到这儿来看，还漏不漏？不是，它这个插头它是焊接，它是有的是焊接的，有的是插上的。你说热水器，热水器的地线没有，才导致漏电。导致它有感应电或者是轻微的漏电，它都放不掉。那热水器漏电，为什么它这水龙头它都贯穿了吗？它顺着水导啊。啊，水导电。顺着水导到那个水龙头那了，它都电手。要么说你洗澡的时候就电你们。是。用一根电线代替地线接到热水器上看一下。啊，现在是有。没有了。啊，对上。对上了。拿掉。拿掉马上有，这是个感应电。哎，马上没有了。左上就没了。所以说还是这个接地不好。这个没有。这个都可以换头的，从这里你可以扒开线皮，扒开一个地线。好，这个解剖似的，剖腹产一样。下面先把它弄破一点皮就可以。哎，参与打在参与打2个表笔先短接，标准到0了是吧？好。恢复了啊。这不通。不通的。接触不好。接触不好。不通。它这一块接触不好，这里面。遇到有。16安的，就是16安的这种漏保插头，有带线的，有不带线的。你自己买个不带线的回来，灵活。地一接就完事。要是我接我你害怕接不好是吧？对，害怕接不好，主要是这一块没带这种异形螺丝刀，带异形螺丝刀的话可以打开看看，这一块头。这个插头这一块不好，但是没带工具没打开，直接掐了，买了个新插头，也是一个漏电保护器插头。这样把热水器插上电以后，再测水管，好了。热水器的水管就是不应该带电，大家可以测一下自己的热水器，如果接地不好的话，它会带感应电。这一款电表放在了左下角小黄车，需要的师傅可以去拍。这个插头我带回来了，我想拆开看一下。现场没带这种异形螺丝刀，很多电器或者插座，它的螺丝是异形螺丝，三角的或扁口的，你用普通的螺丝刀拆不了。所以有时候备一套异形螺丝刀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就打开看一下。拆开后我发现地线这个插头一活动，它这个焊点裂了，就是接触不良。很明显这个焊点是裂开的，这个用烙铁点一下就好。只是现场工具没带全，不然这个插头也不用换。
把人原装的插头给换了，我心里都过意不去。好了，先这样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机器。这个转转老停是吧？行车脚。对。它怎么老停？我得看一下吧。啊，你这是启动是吧？没什么危险吧？这就停了。这样震动是正常的吗？咣咣咣咣。它这个是震动导致的停机吗？再启动一下看看。它的转换没问题，运行也没问题，就震动太厉害了。这个灯怎么自己一会灭一会亮呢？这个又是什么控制器呢？再看一下。看到了吗？它一亮红灯就停机。相序保护器这东西检测到三相电相序不对，或者是缺相，它都会跳开控制电路，让设备停止。那电机转起来，那就是相序没问题。那是不是转的过程中缺相呢？它这个下边压了3根火线，这一个是松动的，线头松动再一震动，是不是接触不良，会导致电路停止呢？把这些线头紧一下，再插上这个相序保护器，然后再启动电机看能不能好。这个指示灯如果亮绿灯，这是正常运行；如果亮红灯就是保护了。再启动一下看看。三样相序一亮红灯就灭。先拔掉这个相序保护器，它这里有3根线是3相电380伏。这个保护器监测到380伏的电有一项缺相，它也会跳开电路。是缺相吗？这3根线应该是从总闸这下边接出来的，就是这3根黑色的线。那到底是不是缺相造成的呢？那就测一下3相电压缺不缺相。哥哥，你再启动一下。按一下绿的是吧？啊，绿的。按了啊。看，保护了，红灯。在不开电机的情况下，它的电压是正常的，两之间400伏。3项不缺相，不缺相，它就开始再来一次，然后再2项。再打打。再来一次。按了。还有问题，这个坏了，这个坏了。你还有这同样的机器吗？没有，不一样的。换一个这个。我就买一个。有吗？没有，应该是它坏了。一红灯就相当于断开了这2根控制线，让整台设备停止。如果不用它的话也可以。如果缺相的话，它会跳，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可以短接一下试试啊。把控制线短接，这样它就不受相序保护器的控制了。
这样开起来就没问题了，它的星角转换也正常，电机运行也正常，所以它就是相序保护器的问题。这多大的电机啊？22千瓦。22千瓦，42安，这一个电流调到了，怎么调50多呀？这个不能调高了，你调到40还行。我个人感觉先调40吧，开一会儿。这是空转，这是空载。如果你放好料以后，它电流会比这稍微大点。放点料。可以放料，电流没那么大。放上料以后，这个声音都变了，电流也随着声音忽大忽小，所以它这个热机的电流还得调，40都大了，给它调到30左右吧，差不多。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星三角降压启动这个电流不能设成电机的额定电流。好了，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感谢您的观看，请多指点。我跑了100多公里，只为能遇到你。你是不是也在等我修理你？我来晚了，对不起。3天3夜，你趴在这里，你拒绝了多少人的修理？你是在等我吗？我来了。他们说你的神经有问题。那好吧，现在请允许我爬上你的身体。啥呀？看不懂啊。顶上那几个是保险，烧哪个呀？哪个是保险呀？上边呀？上面的保险保险车，啊它这保险车跟咱这国内不一样，它只管跳。啊，这保险丝往外跳，它不烧。这种保险丝，跳几路保险丝啊？就一路啊？一跳俩你。一跳哪两个？第6个、第11个。第6个、第11个。1、2、3、4、5、6。对，第6个。第6个。跳出来的那个。啊，跳老长那个。哦，这样可以复位的。对。11啊，7、8、9、10、11，这个跳出来了。这保险丝头一次见。跳俩，正极有负极吗？他这路线你知道是带在哪里边吗？我给厂家的给发了以后，他带跳灯，就是带你能转到发电机，他跳了以后发电机发不了电。哦。短路，后边这带着什么呀？这是，主要是知道后边带着什么，才好找。那这路线带着啥？往哪走啥子？有图纸吗？没有吧？没有图纸。送上电就跳，送上电就跳呗。对。知道是短路烧保险，但是也不知道是哪烧的。线上哪去了？就找这个线头就行了，捋这个线头吧，捋吧，没有图纸，没有线号得捋。这啥呀？这是插头啊？这是插头。哎呀，怎么捋啊？这种？咋找？咋找啊？这种？那这种怎么找啊？这路线是啥呀？现在就知道这2根线是短路的，但是就不知道是往哪走了。那就从这个线头开始找，往后找，顺藤摸瓜，看这路线往哪走了。
那2根线是往这来的。通过测量可以确定这里有2路线，它是短路的。把这一个短路的线摘掉1根，测量确定这根线是有问题的。把有问题的这2根线拆下来，再确定一下，可以确定是这2根线是短路的。这个时候可以上巡线仪查一查这2根线的走向。望远表测通断，当然它和这个线还是短路的。刚才巡线仪在这些位置响，那这个线是不是呢？或者是这一个呢？后面也响，那这一个呢？用望远表测通断，与那根线，这个红线是通的，这一个也是通的，也就是说都和这个红线是通的。然后测这一个，也是通的，那就用排除法。现在是短路的，这头我先拆掉这根线，看能不能好。把线头拿掉，不好，不是这一路。那再看这一路，同样是拆掉，拿掉这个线，还是短路的。第3个接线柱还是短路的，那就看最后一个了，拆掉，拔掉线头。好了，就是这一路有问题，这样就把范围缩小到这一疙瘩线上了。再确定一下，插上这个线头是短路的。2根线短路，1根找到了，找另一根，同样也是测通断的办法，看是不是在这一疙瘩线里边，一根一根的测，看是和哪一根线是通的。这一根是通的，再看一下，通的。那下边就开始找这2路线，看一下这下边插的什么，航空插头，去找一下那个航空插头，就这一个，拔掉这个航空插头。这个巡线仪，这个插头没标啊，是上哪去了呀？打个线号就好了。可以随便加上2根线，然后打上巡线。这是油管，线我拿走了哈。上这来了，这一个，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吧，这边，这不是，这个是，这个有问题。这个问题，知道是这一路的。那是这个控制箱的线路有问题吗？还是得上望远表测一下。这边的回路、电磁阀，我一路一路拆，一路一路测，拆下来测都没问题。一根一根把线头摘掉了，那头还是短路的，咋整？没办法，得拆开这个航空插头看一下，得找到短路的那2根线是线号几，31和12这2根线。这头也拆掉31和12这2根线，但是测的不是短路，有电阻。再到航空插头这一头测一下这2根线，短路的。那为什么2头测的不一样呢？一头短路，一头有电阻，还得再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根线。这头加上巡线仪，
对，就是这根线呀，跟启动都没关系啊。线是对的，线有问题，找线就行了。线我估计磨破了或磨断了，直接短路了。错不了，就这个线。那个磨破了吗？那是？哎，啊，破了，这里，这了吧？对，你看，看是这根线吗？一群一下。是，就这里。哎，就这了的问题。这一块很明显，线都磨破了，都打火了，打黑了。这些线都磨断了，磨断了几根线，然后还有的线粘在了一起，这就是烧保险丝的原因。把这些断的线头重新接一下，还好这些电线都有线号，就直接接就行。接软线我习惯这样接，就像系绳一样，然后扭紧喽。这纯是我个人的习惯。这样接完以后拉都拉不断，然后把线头做上绝缘和防水，开机试一下。这样就好了，我也就完成了这次维修。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这么多电机都运行不了，启动不了。厂里的电工跑了，机器坏了没人搞了，趴窝了。朋友介绍看我能不能搞，听他们一说这个设备的毛病真不少。这上面控制一排电机，启动不了，主机传送带不转，走不了。还有你看这个屏幕，一会亮一会暗，那我感觉这个活不好干。先找它的配电箱，这就是它的控制柜。这么多交流接触器，一看就是控制电机的。你看这后边这么多电机，那头还有一个控制柜。这两个控制柜不一样，不仅电机控制器这个亮着报警灯，他们认为就是亮着这个报警灯，所以整台设备就运行不了。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电压220，正常，这都有，都是220，它的输入电压。我先把电给它断一下，拉掉它的控制电闸，这一个，看一下指示灯灭了，灭了以后，我再给它送上电，看能不能好。送上电故障灯就亮，是部件驱动器出现问题了吗？拉掉电闸，先拆掉部件电机的电源线，然后再送上电，再看好了，断一下电，用万用表测量。下面我要测量一下电阻，达到成1档，分别测量部件电机的 A、B、C 3项线圈，线圈通是有电阻的，表针是有摆动的。再看一下这2项，表针没动。测其他2项还是没动，那这个电机是有问题的。这个如果拿不准，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些驱动部件电机，这个是有电阻的，两之间是有电阻的，这是正常的。而且3项之间的电阻都是一样的，表针摆动的位置是一样的。而它这个部件电机线圈是坏的，可以确定是坏的。这个驱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再送上电看看。这个不送电试试吧，看能不能运行。看一下屏幕，还是不好。然后按电机启动，也启动不了，正反转都不行。还得看一下这个主控制柜，它这有一个给触摸屏供电的电源块，测一下这个电源块好不好。220正常呀，220正常，50伏，24伏啊，应该到这个位置的，731。把这个输出电源正负极拆掉正极，只拆掉这一根线，然后送上电看一下，
有没有输出24伏的直流电。测电源的输出，还是没有24伏，只有9伏多一点，所以说它这个电源块是坏的。这个电源块就是给触摸屏供电的，输出电压不足24伏，导致触摸屏启动不了。可以看一下是不是24伏，这上面都标着呢，标着它的功率和瓦数，24伏。这个让老板出去买一个。另外再看一下它这个步进电机，在下头，可以控制那工位升降的。我得给它找一下那个坏的步进电机是哪一个。这下边一个挨着一个，这7、8个，哪一个驱动器是控制哪一个的呢？这个不好找，那就看这个巡线仪好不好使。2个夹子加上电线，打开开关巡线，这就是发射信号，这个是接收信号。把灵敏度调低，可以确定就是这个电机。新的电源买回来了，装上看一下。换上新的电源块，再测一下正负输出电压，24伏，可以，这个是好的。现在看屏幕好了，亮了。除了触摸屏，这个柜子里也用到24伏的直流电源，所以那个电源不好，很多信号都接通不了。但是启动电机还是启动不了，这些砂轮还是不转，还得一点点的找它的主控电源。从变压器出来以后，顺着找线号，1到2， 2到3， 3到4， 4到5，捋着这个信号往外走了，应该是去到了那一个配电箱。它没有电路图，就顺着线号找。这个控制线路在这儿需要中间继电器吸和接通，可以测一下上下端子有没有电压。有电压，有电压就是没接通，继电器吸合了没接通。24伏的交流电压，他们说这些继电器都是新换的，他们都导过了，说是没问题的，这触点也没烧，电压也对，那为啥没接通呢？不接通，出线和进线它们是有电压的，24伏，它还是没接通。我再插上这个中间继电器，看明明是吸合的亮灯的，它就是没接通，很奇怪，是不是插座的触点不好呢？给它改一个触点试试，就上下端子换一下，由第2路触点换到第3路触点，看这样能不能好。插上继电器通电，再测一下，输入端和输出端还是有电压，有那么奇怪吗？什么原因呢？原因竟然是继电器的插针不一样，它这个中间需要插针来接通上下端子。我发现我好笨呀，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是继电器的问题。把继电器左右端子调一下也可以用。最后决定把这个继电器给它换一个多爪的，这样它再怎么导也导不坏。这样就好了，设备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就是这个升降不好使，因为那个步进电机坏了，他们说可以不用这一个，那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指点。